智障女儿被婆家当佣人使唤，我被嫌弃，只能生赔钱货。直到有天，女儿递给我一封信，人生第一次开口说话，全家都吓傻了。我叫苏婉，女儿星星6岁，先天智力发育迟缓。她3岁才学会走路，5岁才学会叫妈，至今只会说一些最简单的词句。医生说她的智力测试结果相当于3岁孩子的水平，而且这种发育差距可能会随着她年龄增长越拉越大。我把诊断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滴在那张薄薄的纸上，晕开了一片字迹。婆家从上到下都嫌星星丢人，婆婆林美芝从不让她上桌吃饭，说一个傻子，看了倒胃口。每次家里来客人，她就把星星关在杂物间里，怕被外人看到顾家出了这么个东西。星星的碗筷是专用的，不是因为她讲究，是因为她嫌星星脏。那副碗筷放在厨房最角落的柜子里，连洗都跟家里人的分开洗。公公顾长海在世的时候还好一些，他虽然也不怎么亲近星星，但至少不会把它藏起来。他偶尔会蹲下来，用粗糙的大手摸摸星星的脑袋，说一句囡囡乖，星星就会咧开嘴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笑得像个真正的小傻子。顾长海临终前那段时间，眼睛一直盯着星星看，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谁都没听清。我当时以为是回光返照的胡话，后来才知道那是一辈子最清醒的时刻。丈夫顾晨舟倒是不打不骂，只是从来不看他一眼。星星出生那天，他在产房外面等了3个小时，护士把星星抱出来给他看的时候，他只看了一眼，就转过头去玩手机了。后来他1个月没抱过他，再后来1年也没抱过他。星星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他连头都不抬。不是故意冷落，是那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忽略，就像你走在路上不会在意脚边的一粒尘埃。星星2岁的时候，我意外怀了2胎，林美芝高兴得不得了，变着花样给我煲汤，说这回一定要生个儿子。结果我没有保住那个孩子，医生说是我身体太虚，压力太大。林美芝的脸当场就黑了，从医院出来就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回到家把给我煲汤的砂锅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那天晚上，星星在客厅里摔了一跤，哭得很大声。林美芝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连看都没看一眼。顾晨舟那次倒是说了句话，他说：“妈，你不管他谁管？”林美芝冷笑一声：“他妈不是在家吗？又不是我生的，关我什么事？”我以为日子就这么熬下去了，一天一天的熬，一年一年的熬，熬到星星长大，熬到我老去，熬到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不温不火的冷漠和无处不在的轻蔑。我甚至开始给自己洗脑，婆家其实也不坏，至少没打没骂，至少给了口饭吃，至少我没流落街头。一个没有娘家，没有工作，没有存款的女人，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直到那天，星星从厨房的垃圾桶里捡起了一个被撕碎的信封。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3下午，阳光懒洋洋地照进客厅，把地板晒得发白。林美芝出门打麻将去了，顾晨舟在公司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厨房洗碗，星星蹲在客厅的地板上玩他的积木。说是积木，其实就是几块形状各异的木头，是从旧家具上拆下来的，边角磨圆了给他当玩具。他最喜欢一块3角形的，走到哪儿都攥在手心里，连睡觉都要握着，
那块木头已经被他摸得油光发亮，像一块包了浆的古董。我洗完碗，擦干手，走出厨房的时候，看到星星正趴在垃圾桶旁边。他弯着腰，整个人都快栽进去了，小手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发出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走过去想把他拉起来，怕他弄脏了衣服。林美芝昨天刚因为星星把饭粒掉在地上骂了他半小时，我不想再给他惹麻烦。我刚伸出手，星星忽然转过身来，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碎纸片，五颜六色的，有的是白色的信纸，有的是黄色的信封，还有一些我认不出来的纸张碎片。那些碎纸片上沾着菜汤和油渍，皱巴巴的，有些边缘已经被垃圾桶里的水分泡软了。星星把它们攥得很紧，手指关节都泛白了，像是怕被人抢走一样。星星，这是什么？我蹲下来，伸手想拿过那些碎纸片。星星往后缩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拒绝我。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平时总是涣散的、找不到焦点的眼睛，那一刻竟然聚起了一束光。那光很微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但它确实存在。妈妈，看看，他说。这是他说过的最完整的3个字。以前他只会说单字，妈，饿疼，偶尔会说抱抱。3个字的词组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他每次说妈妈抱都会说成妈妈啊，那个抱字怎么也发不出来，急得直跺脚。但今天他说了妈妈看3个字，每个字之间虽然都有停顿，但音准出奇的好，像是练了很多遍一样。我愣住了。星星见我没反应，又往前凑了一步，把那些碎纸片塞进我手里，然后拉着我的裤腿使劲往下拽。他的力气比我想的大得多，我被他拽得蹲不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趁势把碎纸片从我的手心里拿出来，一片一片地，小心翼翼地，像在做一件天大的事一样，在我面前的瓷砖上排列起来。他排得很慢，每一片都要看好几遍，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确认方向对了才放到地上。他排好后还会退后一步，看看整体的样子，皱起眉头，觉得不对就重新调整。有一片碎纸片他翻来覆去的看了10几遍，最后把它从最左边移到了最右边，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看着他那双沾满油污的小手在瓷砖上摆弄那些碎纸片，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不是在玩，他不是在随便排着玩，他是在拼。他在按照纸张原本的折痕和撕裂的方向，把这些碎纸片拼回原来的样子。这不是一个智力只有3岁的孩子能做的事情。我凑近了看那些碎纸片，那是一封信，准确地说，是一封律师函的草稿。抬头写着顾晨舟、林美芝，落款是一家我没听说过的律师事务所，内容是关于翠湖老宅产权归属的事情。碎纸片被我拼凑起来之后，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每读一个字，后背就多一分凉意。翠湖老宅是顾长海老爷子的老房子，在城东翠湖边，是一栋民国时期建的独栋别墅，占地将近1亩。顾长海去世前一直住在那里，去世后房子过户到了顾晨舟名下。我当时没多想，以为老爷子把房子留给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这封律师函告诉我另一件事。律师函上写着，根据顾长海先生生前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翠湖老宅的继承人是顾长海的孙女顾星月。星星的大名是顾星月，顾晨舟取的，
他说星月听起来有文化，但其实他从没叫过他这个名字，他叫他那个孩子，林美芝叫他傻子。星星，翠湖老宅的继承人是星星。我反反复复把那封律师函读了3遍，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律师函里提到，顾长海老爷子在临终前3个月，在2位律师和1位医生证明他神志清醒的见证下，立了一份新的遗嘱，把翠湖老宅留给了星星。但顾晨舟和林美芝在老爷子去世后，声称那份遗嘱丢失了，重新提交了一份新的遗嘱，把房子过户到了自己名下。律师函是发给他们警告用的，要求他们在收到函件后15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处理此事，否则将启动法律程序。这封信被林美芝撕碎了，扔进了厨房的垃圾桶。他们以为撕了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忘了家里还有一个傻子。我蹲在地上，看着那些碎纸片，脑子里一片空白。星星坐在我对面，双腿盘着，2只手撑在膝盖上，歪着脑袋看我。他的表情还是那种呆呆的，没什么变化的样子，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不是3岁孩子的眼神，那种眼神太沉了，太静了，像是深潭里的水，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流涌动。星星，我握住他的手，你怎么知道这封信很重要？星星没有回答，他眨了眨眼睛，从地上捡起一块3角形的积木，就是他最爱的那块，放在我的手心里，然后把我的手合上，用自己的2只小手包住。妈妈，给，他说，给，不是要，不是看，是给。他在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给我。我抱住他，紧紧地抱住。他的身体还是软软的，小小的，带着奶香味的，和任何一个6岁的孩子没有区别。但在这个柔软的小身体里，住着一个我从未真正了解的灵魂，一个被所有人当成傻子的灵魂，一个被贴上了智力障碍标签的灵魂，一个被关在杂物间里不让上桌吃饭，被当作顾家的耻辱藏起来不敢见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在他6岁生日还没到的时候，做了一件连大人都未必能做得到的事情。他在垃圾桶里翻出了一封被撕碎的信，他知道这封信很重要，他把碎纸片拼了起来，他把它们交给了正确的人。星星，我的声音在发抖，谢谢你。星星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里，含混地说了2个字，不用。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把星星哄睡了之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把那封拼好的律师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纸上的字迹有些已经被水渍泡得模糊了，但关键的信息还在，律所的名字，律师的姓名，老爷子的遗嘱登记编号，翠湖老宅的地址。这些东西每一条都是可以追查的线索，但我能追查吗？我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出门买菜都要跟婆婆报备的家庭主妇，拿什么去跟顾晨舟斗？他是公司的副总，年薪100万，手底下有10几个人的团队，认识的人非富即贵。而我呢？我连请律师的钱都拿不出来。可那是星星的房子啊，翠湖老宅，那栋有花园有池塘的老房子，老爷子生前最喜欢带星星去的地方。星星在那里学会了走路，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在老宅的院子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然后一屁股坐在了草坪上，咯咯地笑。老爷子坐在廊下看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连说了3声好。现在想来，老爷子那时候大概就在盘算这件事了。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自己死后星星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他要把自己唯一能留下的东西给最需要他的人。第二天一早，我趁着林美芝还在睡觉，偷偷出门去了那家律师事务所。律所在城南的一栋写字楼里，我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前台的小姑娘问我有预约吗？我说没有。她说那可能见不到律师。我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顾长海老爷子的遗嘱有关。她犹豫了一下，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周律师说可以见您，请稍等。周律师全名周明远，40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看起来很稳重的样子。他把我让进办公室，倒了杯水，等我坐下来才开口，您是顾长海先生的。我是他孙女顾星月的母亲。我说我姓苏，苏婉。周明远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他打开电脑，调出什么文件看了几眼，然后合上电脑，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苏女士，您今天来是为了翠湖老宅的事？对。我把那封拼好的律师函草稿放在他面前，这是我在家里垃圾桶里找到的，被我女儿拼起来的。他虽然年纪小，但他知道这封信很重要。周明远拿起那些碎纸片看了一会儿，放下，推了推眼镜，语气比之前认真了很多。苏女士，我跟您说实话，顾长海老先生去年找到我们律所，前后来了3次，每次都带着他孙女，您女儿的照片。他说那个孩子是顾家最善良的人，也是顾家最可怜的人，他想在走之前为那个孩子做点什么。他立了那份遗嘱之后，又专门来找过我一次，说他改了主意，想把另外一套房子也加上去。我当时建议他先处理完翠湖老宅的事再做打算，没想到他没有说下去，但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没想到老爷子走得那么快，没想到遗嘱还没执行他就走了，没想到那份遗嘱被他的儿子儿媳给弄丢了。周律师，我说那份遗嘱真的被弄丢了吗？周明远看着我，没有说话。还是说，我鼓足勇气，把那个压在心口一整夜的猜测说了出来，被人故意藏起来了。周明远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放在我面前。那是一份遗嘱公证书的复印件，上面有顾长海老爷子的签名，2位见证律师的签名，以及公证处的公章。日期是老爷子去世前2个月，公证手续齐全。从法律上讲，这份遗嘱完全有效。这是原始遗嘱的公证备份。周明远说，顾长海老先生留了一份在我们这里，公证处也留了一份。就算顾晨舟提交的那份遗嘱被认定有效，我们也可以凭这份公证备份申请撤销。问题是，苏女士，您愿意打这个官司吗？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期待，又像是担心。打官司需要时间、精力、金钱。您是孩子的母亲，您要照顾孩子，您要面对来自婆家的压力。这个官司一旦开始，您在顾家的日子可能就过不下去了。但如果不打，翠湖老宅那块地现在市值已经超过4000万，将来翻了倍都说不定。你女儿的那份遗产就等于白白被人拿走了。4000万，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我知道翠湖老宅值钱，但不知道值这么多钱。4000万足够我和星星生活一辈子了。
我打。我说。周明远点了点头，像是对这个答案早有预料。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样东西，是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您回去之后，想办法把顾晨舟提交的那份遗嘱的内容记下来，能拍照片最好。另外，您需要找一个新的地方住。这个官司一旦开始，您在顾家肯定是待不下去了。我接过名片，攥在手心里。名片的边角搁着我的掌心，微微的刺痛感让我格外清醒。周律师，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您说。我女儿智力发育迟缓，医生说她的智力只有3岁水平，但她从垃圾桶里翻出了这封信，还把它拼好了。您觉得一个3岁智力的孩子能做得到这些吗？周明远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目光落在桌上的那些碎纸片上，像是在思考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苏女士，他最终开口说，我做了18年律师，见过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有些成年人做的事情，你不觉得有多聪明，但有些孩子做的事情，你解释不了。我不懂医学，不懂心理学，我只知道一件事，您女儿发现的这封信，是这份遗嘱能够被重新执行的唯一线索。如果没有它，这份遗嘱就永远沉在海底了。所以，不管他的智力测试结果是多少分，今天在这里，他是这件事里最聪明的一个人。我走出律所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和昨天、前天、以前所有的日子没什么不同。但我感觉自己的脊背挺直了一些，脚步轻快了一些，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一点一点的膨胀。那是勇气。我没有马上回家。我坐在律所楼下的小公园里，给星星买了一个棉花糖，看着他吃得满嘴都是粉色的糖丝，一边吃一边冲我傻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鼻子皱皱的，露出那颗缺了的门牙，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有心机的、会算计的、能看透成人世界黑暗的小天才。但我知道他不是天才，他只是一个很慢很慢的孩子，慢到所有人都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来理解、来表达。别人需要1天学会的东西，他需要1个月；别人需要1个月学会的东西，他需要1年。但只要时间足够，他总能学会，甚至比那些所谓正常的孩子学得更深、更透、更刻骨铭心。我蹲下来，帮他擦掉下巴上的糖丝，问他：星星，妈妈问你一件事，那封信你是怎么知道它很重要的？星星舔了一口棉花糖，想了想，说了一个字：爷爷。顾长海。老爷子的脸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沟壑纵横的面庞，浑浊但温和的眼睛，粗糙的像老树皮一样的手掌。他生前最喜欢把星星抱在腿上，给他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讲翠湖老宅里的一草一木，讲他小时候在院子里种的那棵桂花树，讲他在池塘里养的金鱼。星星听不懂，但他会安静地听着，不出声，不动弹，像一只被顺了毛的小猫。爷爷说的。我问。星星点了点头，又舔了一口棉花糖，含混地说了几个字。我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才听出来是爷爷说：房子，星星的，不给爸爸。他把不给2个字说得很重，重到嘴唇都嘟了起来，像是在模仿什么人的口吻。我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塌了一下。老爷子把遗嘱的事情告诉了星星。
不是写信，不是找人传话，而是直接当面的一字一句的告诉了那个他唯一信任的人。星星那时候才5岁多，智力发育迟缓，所有人都觉得他听不懂，记不住，说了也白说。但老爷子不这么想，他大概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孩子听不懂，所以他才不会说出去，所以他才安全。他把自己最后的心愿托付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泄密的人。他没想到的是，星星不仅听懂了，记住了，还在最关键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一把刀。我抱着星星，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他被亲得痒痒的，咯咯的笑了起来，笑声清脆的像风铃，在午后的阳光里飘散开来。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第一，找到顾晨舟提交的那份遗嘱，最好能拍下来。第二，找一个新的住处，随时准备搬走。第三，保护好星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们告发的。这3件事，每一件都不容易。第一件事，我花了5天时间才做到。那天，顾晨舟难得提前回家，在书房里翻找什么东西，我假装给他送茶，偷偷瞄了一眼他的办公桌。那份遗嘱就摊在桌上，我只看了一眼，但周明远教过我看什么：遗嘱的签署日期、见证人签名、纸张的质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份遗嘱的纸张看起来太新了，像是刚打印出来的，而老爷子的原始遗嘱，据周明远说用的是特制的遗嘱专用纸，纸张偏黄，有水印。这份太白的纸明显不对劲。我趁顾晨舟去洗手间的间隙，用手机拍了2张照片，发给了周明远。他很快回复，初步判断纸张和格式都不对，等我确认。第二件事，我花了3天时间。我在星星的枕头底下翻出了他存了不知道多久的压岁钱，500多块，全是皱巴巴的纸币，有的快揉烂了，被他一张一张压平了叠在一起。加上我偷偷攒下的一点买菜剩下的零钱，总共不到3000块。这点钱在城里租房子是天方夜谭，但在城郊的镇上，也许能租到一个单间。我趁着林美芝去打麻将的机会，带着星星去了城郊一趟，在一个老小区里找到了一间出租屋，月租800，朝北，没电梯，墙皮脱落，水龙头漏水，但窗户外面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树叶伸到窗台上，抬手就能摸到。星星趴在窗台上看了半天，伸手摸了摸那片梧桐叶，转过头来对我笑了。星星，喜欢这里吗？我问。喜欢，他说。比家里还喜欢。比家里喜欢。他把比和家里之间拉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间隔，像是在确认自己的表达是否正确。我抱了抱他，跟房东交了定金。第3件事是最难的，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在背后查这件事，否则我和星星会有危险。不是我多疑，是我太了解顾家了。他们能把一份遗嘱藏起来，就能做更出格的事。我以前觉得他们只是冷血，现在我知道了，他们冷血的背后是一颗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心。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计划，甚至没有跟星星多说一句。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他只需要做他自己，那个所有人都觉得傻、呆、笨、没用的星星。这是他最安全的外壳，也是他最锋利的武器。谁会提防一个傻子呢？事情败露是在2周后。那天林美芝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我去了律所，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把包往沙发上一摔，
连拖鞋都没换就冲到了我面前。苏婉，他的声音又尖又刺耳，像指甲刮过黑板。你给我说清楚，你去律所干什么了？我正在厨房切菜，手顿了一下，刀差点切到手指。我深吸了一口气，慢慢放下刀，转过身看着他。他站在厨房门口，双手叉腰，脸上的表情像是要吃人。我去咨询了一些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往前逼了一步，是不是关于老头子遗嘱的事？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脸上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这些年我在顾家学会的最重要的技能，就是面不改色的承受一切，承受他的辱骂，承受他的冷眼，承受他的怀疑和质问。我不明白您说什么。装，你继续装。林美芝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亮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律所前台的监控截图，我站在前台那里，脸拍得清清楚楚。你以为我不知道？律师都给我打电话了，说顾长海的儿媳去查遗嘱的事。苏婉，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顾家亏待你了？你要搞事情？顾晨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回来了，站在客厅里，手里还拿着公文包，脸上是那种我熟悉的什么都无所谓的表情。他看了看林美芝，又看了看我，问了一句，什么事？林美芝把手机对到他面前，你看看你媳妇干的好事，她去查你爸的遗嘱，她还想跟你争房子。顾晨舟看了一眼照片，抬起头看着我，他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不是愤怒，是那种，怎么说呢，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一样，带着一丝不耐烦和漫不经心。苏婉，他说，你别添乱了，那房子的事早都处理好了，你掺和什么？处理好了？我看着他，怎么处理的？我爸留的遗嘱就是把房子给我的，你还有什么好查的？他皱了皱眉头，语气里多了一层警告的意味。苏婉，你在家里吃我的住我的，我没亏待过你吧？你别搞那些有的没的，对你没好处。林美芝在旁边附和，就是吃我们顾家的，住我们顾家的，连你那个傻子女儿都是我们顾家养的，你现在倒好，反过来咬我们一口，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傻子女儿，这3个字像一盆冰水浇在我头上。我可以忍受他们骂我、侮辱我、怀疑我，但我不能忍受他们当着我的面用这种语气叫我的女儿傻子。星星正站在客厅的角落里，抱着他的小兔子玩偶，安安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种呆呆的、迟钝的，好像什么都没听懂的样子。但我注意到他抱玩偶的手收紧了，小兔子的耳朵被他攥得变了形。他都听懂了。我深吸一口气，转过身，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放在灶台上。那是一份我从周明远那里拿到的公证处备份文件的复印件，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顾长海于某年某月某日立下遗嘱，将其名下位于翠湖路的房产及翠湖老宅赠与其孙女顾星月，其他继承人不得干涉。下方有老爷子的亲笔签名，2位见证律师的签名，公证处的公章，日期、编号，所有手续一应俱全。林美芝看了一眼那张纸，脸色变了。她先是变白，然后变红，最后变青，像一堵正在被雨水冲刷的墙，一层一层的剥落。这是什么？她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
这是老爷子真正的遗嘱。我说，公证处留的备份，你们藏起来的那份跟这份不一样，对不对？林美芝的手开始发抖，她伸手去拿那张纸，我比她的手快，先一步收了起来。你没有权利看这个。林美芝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这是我们顾家的事，你一个外人。我不是外人。我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是顾星月的母亲，这份遗嘱上的继承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不仅有权利看，我还有权利替她执行。顾晨舟走过来，从我手中拿过那张复印件，看了几眼。他的表情从漫不经心变成了认真，从认真变成了严肃，从严肃变成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震惊，而是一种很奇怪的，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之后的那种不敢相信的凝固的表情。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他的声音很低。公证处。我说，你的好父亲在那里留了备份。顾晨舟沉默了很久，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久到林美芝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久到窗外的光线从亮变暗，久到厨房里炖的汤咕嘟咕嘟的冒泡溢出来。他没有说话，没有辩解，没有问我为什么，他只是把那张纸叠好，放回灶台上，转过身走出了厨房。陈舟，林美芝在后面喊他，你去哪？你倒是说句话啊！顾晨舟没有回头，他走到门口，拿起公文包，换鞋，开门，关门，动作一气呵成，像一个机器人被输入了固定的指令，执行完就自动关闭了。客厅里只剩下林美芝和我，还有角落里抱着小兔子的星星。林美芝站在原地，胸膛剧烈的起伏着，像一台过载的发动机。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包含了很多东西，恨、厌恶、鄙夷，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像是恐惧一样的东西。她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摔得震天响。我站在厨房里，灶台上的汤还在咕嘟咕嘟的冒泡，溢出来的汤汁沿着锅壁往下流，在灶台上留下一道褐色的痕迹。我把火关了，用抹布擦干净灶台，把锅端下来，盛了一碗汤。汤是冬瓜排骨汤，星星最爱喝的。我端着汤走到星星面前，蹲下来，把碗递给他。星星，喝汤。星星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角有一点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哭过的痕迹。他伸出那只没拿碗的手，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凉凉的，像一片落在脸上的花瓣。妈妈，不哭。他说。我没有哭。这一刻我没有哭，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需要在他们面前哭了。以前我哭，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能，觉得对不起星星，觉得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手上有公证处的遗嘱备份，有周明远这样的律师帮忙，有一个虽然小但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出租屋，还有一个比任何人都聪明的女儿。我为什么要哭？该哭的人是他们。那晚之后，顾家的气氛变了。林美芝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大呼小叫，但她看我的眼神比骂我更加让人难受，那是冰冷的、审视的，像是在看一个潜伏在自家院子里的毒蛇的眼神。她在厨房里给我留了一碗饭，但碗是碎的，碗沿缺了一个口子，不知道是故意摔的还是以前磕的。他把那碗饭放在灶台最角落的地方，跟家里人的碗筷隔了10万8千里。
我端起来的时候，碎碗严割了一下我的手指，血珠冒了出来，很小很小的一滴，像一颗红色的痣。我没有跟他吵，不是忍，是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切准备就绪，等周明远那边的工作全部完成。3周后，时机到了。那天顾晨舟不在家，林美芝出门打麻将。我提前把出租屋的钥匙、公证处的文件复印件、星星的出生证明和户口本都装进了一个旧书包里。星星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小兔子玩偶，一块三角形的旧积木。我把这些全部装好，背上书包，牵着星星的手，走出了顾家的大门。楼梯很长，6楼，没有电梯。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像是一种告别。星星走得很慢，每下一级台阶都要停一下，像是舍不得这个他住了6年的地方。但我知道他不是舍不得，他是在确认自己真的离开了，确认这不是做梦，确认以后不用再被关在杂物间里，不用再蹲在厨房角落里吃饭，不用再被那个老太太骂傻子了。走到楼下的时候，星星忽然停下来，回过头，仰望着那扇6楼的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转回头，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星星，你在看什么？我问。拜拜，他说。他是在跟那个地方告别，跟那个有爷爷奶奶、有爸爸、有家，但从来不是家的地方说再见。公交车晃晃悠悠的开了40分钟才到城郊。星星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贴着玻璃，看着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树、房子、电线杆，眼睛一眨不眨的，像在看一场从未看过的电影。这是他第一次坐公交车，以前顾晨舟不允许他出门，说出去了丢人，连出门都嫌他丢人。新家在4楼，朝北，一室一厅，有个小阳台。房间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水泥地面，白灰墙，回声很响。星星站在房间中央，转了一圈，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忽然笑了起来。妈妈，大，他说。大，一间不到40平的出租屋，他觉得很大。比顾家那栋3层的别墅，他觉得很大，因为这是他的家，是没有人会把他关起来，没有人会骂他傻子的地方。再小也是大的。我从旧书包里拿出几样东西，一张折叠床垫，是在二手市场花50块钱买的，一床薄被子，是我用私房钱在超市买的特价品，一个小熊图案的枕套，是我从以前的旧枕头上拆下来的。我把床垫铺在地上，把被子叠好，把小熊枕头放在最上面。星星看到那个小熊枕头，眼睛亮了一下，扑过去抱住枕头，把脸埋在里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香，他说。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搂着他的肩膀。我们娘俩坐在一张旧床垫上，背后是光秃秃的白墙，头顶是一盏发出黄色光芒的白炽灯泡，窗户外面是梧桐树的枝叶，风吹过来的时候，叶子沙沙地响，像在跟我们说话。星星，我说，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了，没有奶奶，没有爸爸，只有妈妈和你。你害怕吗？星星摇了摇头。他从我怀里钻出来，爬到书包旁边，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他平时画画的本子，是他在康复中心的时候老师送的。他翻开本子，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一幅画，是他什么时候画的我不知道。画上是一栋大房子，
有花园，有池塘，有桂花树。房子门口站着2个小人，一个写着妈妈，一个写着星星。翠湖老宅，他画的是翠湖老宅。他把画举到我面前，用食指指着画上的2个小人，一个一个的念：妈妈、星星、住、大、房子。他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崩，像在凿石头，每一锤都用了全身的力气。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周明远的动作比我预想的快得多。我在出租屋安顿下来的第2天，他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确认顾长海原始遗嘱的有效性，并撤销顾晨舟提交的那份伪造遗嘱。他让我准备好，接下来的几个月可能会很难熬。难熬这个词用得轻了。顾晨舟那边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的律师找到周明远，说愿意庭外和解，条件是翠湖老宅按市价折现，分1/3给星星。周明远把条件转达给我的时候，我拒绝了。不是因为我贪心，是因为我知道老爷子把房子留给星星，不是因为星星缺钱，而是因为星星缺爱。他要给他的孙女一个永远的家，一个谁都夺不走的，永远不会把他扫地出门的地方。如果我把房子卖了换成钱，那就不是老爷子的本意了。第一次开庭是在一个阴天的上午，法庭不大，旁听席上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周明远的助理，顾晨舟的律师，几个我认不出的面孔。林美芝没有来，顾晨舟本人也没有来，只来了他的律师，一个40多岁的女人，短发干练，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像是在跟谁赛跑。顾晨舟的律师在庭上提出了一个观点：顾长海先生立遗嘱时神志不清，受他人诱导，该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我方当事人提交的遗嘱才是顾长海先生的真实意愿表达。周明远站了起来，他没有激动，没有愤怒，甚至连语调都没有提高。他只是一件一件的把证据摆上桌面，公证处的备份文件，2位见证律师的书面证言，立遗嘱当天医生的神志鉴定报告，以及一份我从未见过的文件，顾长海老爷子生前的一段录音。录音是老爷子找周明远录的，日期是他去世前2个月。录音里，老爷子的声音苍老但清晰，一字一句地说：我顾长海神志清醒，自愿立下此遗嘱。翠湖老宅赠给我的孙女顾星月，其他人不得干涉，不得争抢。若有人提出异议，以此录音为证。录音放完之后，整个法庭安静了很久。顾晨舟的律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第2次开庭是在1个月后，这次顾晨舟来了，林美芝也来了。林美芝穿了一件黑色的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不知道是哭的还是熬夜熬的。她坐在旁听席上，死死地盯着我，像要从我身上剜下一块肉来。我坐在原告席上，背挺得笔直，眼睛看着法官，一眼都没有看他。顾晨舟坐在被告席上，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系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不同，还是那副什么都无所谓的表情。但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他的表情终于变了。法院认定顾长海原始遗嘱有效，翠湖老宅归顾星月所有。顾晨舟提交的那份遗嘱经鉴定系伪造，伪造遗嘱的行为已构成违法，
法院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判决结果宣布的那一刻，林美芝从旁听席上站了起来，椅子哐当倒在地上，她的嘴唇在哆嗦，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像是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顾晨舟的律师按住他的手，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他甩开了律师的手，指着我的鼻子骂了一句：“你这个贱人！”法警过来了，林美芝被带出了法庭，一路上骂骂咧咧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走廊的尽头。顾晨舟坐在被告席上没有动，他看着我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震惊，而是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复杂的，像是被人从高处推下去之后在空中挣扎的那种表情。苏婉，他说，声音很低，你是故意的。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以为会共度一生的男人，这个我女儿的亲生父亲，这个在婚姻里缺席了7年的丈夫。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是有备而来的。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案子结束后，翠湖老宅的产权证上写上了顾星月的名字，星星成了那栋价值4000万的老宅的合法主人，但他连什么是产权证都不太明白。我把那本红色的证书给他看，他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把证书放在地上，拿它当垫子，在上面搭积木。我笑着把证书收起来，告诉他，星星，这是你的房子，很大很大的房子，以后你可以住进去。星星歪着头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不住，跟妈妈住小房子。他不喜欢大房子，或者说他不喜欢任何跟顾家有关的大房子。翠湖老宅是爷爷留给他的，但爷爷已经不在了。那栋房子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画在纸上的有2个小人的充满阳光的梦。他真正的家是这间40平的朝北的墙皮脱落的出租屋，因为这里有妈妈，有梧桐树，有自由。周明远后来问我打算怎么处置翠湖老宅，我说不知道，先空着吧，等星星长大了再做决定。周明远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苏女士，您女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聪明，也许她想把这栋房子变成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我当时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1个月后，星星给了我答案。那天我在厨房做饭，星星在客厅里画画。他最近迷上了画画，康复中心的老师说他用画笔表达的能力比用语言强得多。他画画的时候特别专注，整个人趴在纸上，小脸几乎贴在画纸上，一笔一笔的涂到手指上，衣服上全是颜料也不在乎。我给他买的36色水彩笔，3天就用秃了5支。饭做好了，我喊他吃饭，他把画纸从地上捡起来，举过头顶，朝我跑过来，跑得太快了，差点被自己的脚绊倒，踉跄了2步稳住身形，把画纸递到我面前。画纸上画着一栋大房子，翠湖老宅，他画了很多次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房子旁边多了很多小人，不是2个，是很多个。每个小人的胸口都写了一个字，他不会写字，那些字歪歪扭扭的，有些还写反了。我凑近了仔细辨认，认出了妈星、老师、朋友。房子的大门上画了一个很大的牌子，牌子上画了一些我看不懂的图形。我看了半天，忽然明白了，那些不是图形，是字，是星星照着康复中心门口那块牌子上描下来的字。他描的不太像，
很多笔画都连在了一起，但我还是认出来了。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星星把这7个字描在了翠湖老宅的大门上，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蹲下来，抱住星星，声音发抖：“星星，你要把老宅变成康复中心？”星星在我怀里点了点头，然后用他那种慢吞吞的一字一顿的语速说：“爷说要帮别人，爷爷说要帮别人。”顾长海老爷子临终前把那句话跟星星说了多少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星星听进去了，记住了，并且在6岁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一幅画，一个计划，一个即将实现的承诺。那天晚上，我给周明远打了电话，告诉他星星的想法。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周明远用一种我听不太懂的带着敬意的声音说：“苏女士，我上次说您女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聪明，现在看来我还是低估她了。她不是聪明，她是善良。”我说：“善良是最高级的聪明。”第2天，我开始着手办理翠湖老宅的改建手续。把一栋民国时期的私人别墅改建成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很多部门的审批，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我不怕难，因为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最难的部分是一个6岁的被所有人当成傻子的女孩，从垃圾桶里捡起了一封被撕碎的信。最难的部分，星星已经替我完成了。改建工程持续了将近1年。这1年里，我带着星星跑了无数个部门，盖了数不清的章，签了记不清的字。星星每次都跟着我，不吵不闹，安静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我，手里攥着他的小兔子玩偶。偶尔有人经过看他一眼，他就冲人家笑一下，露出那颗缺了的门牙。他笑起来的样子太有感染力了，连冷着脸的公务员都会忍不住回他一个微笑。工程队进场那天，星星站在翠湖老宅的院子里，仰头看着那棵百年桂花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他脸上，斑斑驳驳的，像碎金。风吹过来，桂花树枝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跟他说话。星星，你听到了吗？我问他。听到了。他说，爷在说话。我牵着他的小手，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大一小，紧紧地靠在一起。康复中心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有附近社区的居民，有特殊儿童康复领域的专家，有媒体的记者，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带着特殊孩子的家长。他们有的推着轮椅，有的牵着孩子的手，有的抱着还不能走路的婴儿，眼睛里都带着同一种光，不是希望，是那种在黑暗中待了太久之后，突然看到一扇门被推开时，那种不敢相信的、小心翼翼的、害怕一眨眼就会消失的光芒。周明远来了，送了一个花篮，花篮上系着红色的缎带，缎带上写着祝贺星月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开业。他西装革履地站在人群中，格外出挑，但当他蹲下来跟星星说话的时候，西装裤膝盖上沾了灰，他完全不在意。星星，你今天是小主人，开不开心？他问。星星想了想，说了2个字：高兴。他比以前能多说一些字了，但依然很慢，依然需要很用力才能把一个完整的句子拼出来。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珍珠一样珍贵。林美芝没有来，顾晨舟也没有来。
我听说顾晨舟因为伪造遗嘱的事情被公安局传唤了几次，虽然没有被刑事拘留，但公司的董事会把他从副总经理的位置上撸了下来。他现在挂着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头衔，拿着以前1/10的薪水，在公司里几乎成了一个透明人。林美芝回了老家，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据说他现在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有时候会认不出人，会把邻居家的孩子错认成星星，拉着人家的小手喊孙女，把人家吓得直哭。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有主动打听过。不是因为我大度到不恨他们了，而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再用恨来消耗自己了。我有星星，有康复中心，有一群跟我一样的家长和孩子要照顾。我的人生已经有了新的方向和意义，不再需要回头看那些已经变成废墟的旧路。康复中心的名字叫星月，是星星的大名。我用这个名字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记住，那个被贴上智障标签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光。开业的剪彩仪式上，我本来想请一位领导来剪彩，但星星不愿意。他拉着我的裤腿，把我拽到彩带前面，把剪刀塞进我手里，然后退后2步，仰头看着我。妈妈，剪。他说。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剪断了那条红色的彩带。彩带断开的瞬间，掌声响了起来，很热烈，很真诚，不像是应付场面的那种。星星站在人群最前面，用力地拍着他的小手，拍的手心都红了。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事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展开，举过头顶。那是一幅画，他画了很久，画了很多遍，光我知道的就画了不下10遍。画上是一栋大房子，不是大房子，是一个有花园、有池塘、有桂花树的院子。院子的门是敞开的，门口站着一排小人，每一个小人都手拉着手，连成一串长长的5颜6色的链子。最前面的小人写着妈妈，最后面的小人写着星星，中间的那些小人，有的写着老师，有的写着朋友，有的写着爷爷。爷爷站在桂花树下，画得很小很小，但星星专门用红笔在他的胸口画了一颗心。他把这幅画举得高高的，对着所有的人，对着相机，对着这个世界。然后他说了他这辈子最长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用了他全部的力气。爷说，房子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的。话音落下，整个院子安静了。然后有人开始鼓掌，1个人、2个人、3个人，最后是所有人。掌声从院子的每一个角落响起来，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淹没了整个院子，淹没了那棵100年的桂花树，淹没了头顶上那片湛蓝的天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摘下眼镜擦了擦，声音有些哽咽。我做了30年特殊儿童康复工作，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周明远站在人群后面，双手插在裤兜里，嘴角微微上扬。他没有鼓掌，但他的眼眶是红的。我站在彩带断裂的地方，手里还握着那把剪刀，眼泪无声地往下流。这一次我没有擦，因为我知道星星不会说妈妈不哭了。他现在已经明白，有时候哭不是难过，是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了，满出来了。星星从人群中跑过来，扑进我怀里，他的小手环住我的腰，脸埋在我的肚子上，
闷闷地说了一声：“妈妈，爱你。”我抱着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在这个从顾家的耻辱变成孩子们的乐园的地方，在这个被一个6岁女孩用一封信、一幅画、一句话彻底改变的世界里，说出了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句话：妈妈也爱你，妈妈为你骄傲。康复中心开业半年后，已经收治了30多个特殊儿童，他们有的是自闭症，有的是智力发育迟缓，有的是脑瘫，有的是唐氏综合征。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障碍，但每个孩子都有一样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有母亲。那些母亲有的年轻，有的年迈，有的温柔，有的刚强，但无一例外，他们的眼睛里都有同一种光。那光是星星点燃的。星星成了康复中心的小明星，他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坐在院子里画画，或者蹲在桂花树下看蚂蚁搬家，或者跟新来的小朋友一起玩那些最简单的，不需要语言，只需要笑容的游戏。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不是聪明，不是天赋，是一种让所有人都觉得安心的、温暖的，像小火炉一样的气质。有些家长说，看到星星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有希望。他们不知道，星星曾经被自己的奶奶关在杂物间里，被自己的父亲当作不存在，被所有的亲戚嘲笑和嫌弃。他们只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安静地坐在阳光下，手里拿着一支水彩笔，认认真真地在一张白纸上画一栋大房子。房子门口站着2个小人，一个写着妈妈，一个写着星星。有时候他会多画几个小人，有时候会写上爷爷2个字，歪歪扭扭的，爷字少了一撇，爷字多了一横，但每一个字都写得无比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有一天傍晚，康复中心的小朋友都回家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和星星。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了橘红色，桂花树的影子在地上铺成了一幅好看的画。星星坐在台阶上，抱着他的小兔子玩偶，看着天边的晚霞发呆。我在他旁边坐下，问他：星星，你在想什么？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爷说星要开心。那你开心吗？他转过头来看着我，夕阳的光落在他的眼睛里，把那双本来就很亮的眼睛映得更亮，像2颗被点燃的星星。开心，他说。然后他顿了顿，把小手放在我的手心里，又说了2个字：妈，开心。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小很暖，指尖上还沾着画画留下的水彩，红的、黄的、蓝的，像把彩虹揉碎了粘在上面。妈妈开心，我说的是真话。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开心过。身后的康复中心大楼在夕阳中安静地矗立着，像一座城堡，一座由废纸和碎纸片建成的城堡，一座由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小女孩亲手建造的城堡。楼上的窗户反射着金色的光，一闪一闪的，像无数只眼睛在眨动，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风起了，桂花树的枝叶沙沙作响，那些声音很轻很轻，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用很低很低的声音在说一句话。我听不清那句话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顾长海老爷子的声音。他站在桂花树下，看着他最疼爱的孙女用他最后的力气把那句话一遍又一遍地说给他听。房子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的。星星听懂了，
他把这句话画在了纸上，刻在了心里，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点亮了第一盏灯。黑暗很漫长，但你不知道的是，只需要一盏灯，就足以改变一切。全文完。